It's been a while since Jingyi last visited Taiwan. This time, she returns from Malaysia, back to an island that feels both familiar and new. With Kenji alongside her, a long-awaited journey begins. From the airport into the city, by high-speed rail and MRT, distance fades with every stop, and Taiwan's rhythm comes back into focus. This journey starts with food, night markets, shared dishes, halal meals, comforting flavors with a few surprises along the way. Through every bite, Taiwan's food culture shows itself, open, generous, and meant to be shared. They move through everyday city scenes, then head beyond the city. Mountains, coastlines, rivers, experienced on foot through movement. Here, Taiwan's natural energy feels close and real. As night falls, they return to night markets and the harbor, where warm lights and laughter capture everyday life. 7 episodes later, the pace slows. Back home, they sit down together, ready to look back on the stories they've gathered. Yes. 来，茶用好了，然后也准备了一些面包。哇，这几天真的是很充实啊！是啊，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就这样玩了台湾一圈了耶！你看这排里的，我还记得第一天去接你的时候，拿着2个 sign， 敬你。哎，没想到来台湾旅游还真的很方便哦。我们就去到了台北的那个地下街，台北车站地下街是吗？我最怀念的就是刀寮，我最怕的就是刀寮，看到你那个刀寮，好担心啊！我看到你的脸部表情都扭在一起了。可是我现在还是很想做哎，我觉得好舒服哎。然后之后我们还去了那个中山的地下街，那个超棒的，就有好多的书店啊，也有好多东西逛啊。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哦。只要有了细绳，身处于无重力空间，也不会飘离太空船太远哦。哦，很赞，很赞，很棒，很棒。哎，那是你喜欢的动漫哎。对，我喜欢的动漫，我喜欢的动漫。我觉得你演得很好哎，什么安全绳，什么细绳。所以最后那一句我还是把它引过来了。我前面演的都没有用，真的太好了。之后我们就去了大稻埕哦，哇，我也是好喜欢那个氛围，就在那边河边听音乐，对，然后就可以吃东西啊。哇，我就觉得那些货仓把就是小型的那个货车，对，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店面，然后又有很多台湾小吃。对，我点的都不错，吃到嘴巴都肿了。对啊，因为想说，陪你吃一下，难得第一天来，点了这个辣的，太有义气了，对辣椒太过敏了。之后我们不是又去淡水老街逛？呀，买一个臭豆腐。怎么样，辣吗？少辣。谢谢你啊。这个少辣你 OK 吧？少辣 OK 哦，少辣 OK。那个臭豆腐嘛。对啊，然后老板问要不要辣，你就想辣，然后我整个。哦，可是你还是吃哎，为了你还是吃啊，然后又肿了一次嘛，对不对？没什么，不怕。对啊，所以一直很想问你对台湾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吧？很好哎，我还是觉得台湾人很热情，然后都公民意识都很高哎，还有你们很爱排队，吃什么都要排队，真的啊？是不是不排队不好吃？就是有看到队就去排就对了，就觉得一定是很好吃的，只要有排队就一定要很爱排队，对吧？但讲到那种想到一点就是4大天王，因为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大稻埕，哦，你的4大天王你还没想到，对，还没想到我们台，因为你那天就介绍马来西亚的，我们已经环岛1周了，就太多啊，所以还不知道。你还没想到你的4大天王，我在想应该让金毅选，你觉得我们台湾的4大天王，对，等我们等下全部聊完，你就觉得这几天来哪个是4大天王？你要食物的还是要都可以啊，不一定要食物。游戏啊，活动不，那4大天王就交给你选了。好，那就等我最后总结的时候，我再来想一下台湾有什么4大天王。
哎，你不觉得台湾很便利吗？有没有发现？你们的交通真的是很方便哎，而且我们呢就去，你就带我去坐那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对，双层巴士，对，那我们就可以环绕整个台北，可以看到101啊、中正纪念堂啊。那个呢，就是可以一次过呢，以最简单、最轻松的方式呢，可以去环游那个台北。因为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坐双层巴士，所以真的可以这样因为巴士本来就很高，但你双层又可以看到更多的 view，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带你这样去体验，我觉得蛮好。而且它也很贴心，因为它有一个是露天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有冷气的。我们2个都坐嘛。对啊。然后我还蛮喜欢，就是我们一天也可以去高雄对，坐了高铁我们直接到高雄去，回到我的外地盘，对不对？是啊，你的家乡。对，是就到。那高雄这座城市，我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是一座历史很悠久的城市。对。可是呢，它就是在那个都更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把它现代化起来。又可以保留它原始的那个古迹的那个原貌。没错，对啊。然后我是觉得高雄很会把怎么讲 renovate，因为就像我们去博尔特区嘛，也是把一些艺术品，就是利用那 recycle 一些旧的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artwork， 我就觉得很棒。再加上刚好我们就遇到了太阳要下山，可以看到日落，去到西子湾。对啊，看到西子湾的夕阳好漂亮，真的很漂亮。那个感觉就是很平静，很 peaceful， 可以在那边看海，然后看日落。的确很美啊。说到美，我们有拍了好几张美美的，你每张都很漂亮。这是轻轨上面的。轻轨上的。你看，就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景啊，因为它的窗户很大，对，玻璃窗，所以呢可以把所有的风景呢就是饱览。然后这个是那个哈马星的那里，对不对？就是我们跳起来，后面是哈马星的，后面是那些艺术的装置。对，好，5、4、3、2、1 ，jump！ 这个是喇叭喇叭这个荡秋千我记得你去荡秋千这个，这个很特别，这个秋千。我就觉得很神奇啊，可以这样一日。台北，然后高雄这样子2边都可以感受到这2座城市不同的那个动感。一个呢是充满了艺术，然后现代，对，步调呢就稍微慢了一些，轻松了一些，也浪漫了一些。另外一个呢虽然是节奏会比较快，但是呢也比较繁忙。也比较多东西，的确。然后除了心灵上滋养呢，台湾就是要身体上要吃的滋养，所以我们吃好多美食，对不对？对，吃遍整个台湾了。你那里也有？这个我都不懂是谁拍的，曝光到这样绝对不是我拍的，差劲。然后呢？我们采茶之前，你带我去喝那个珍奶对，珍珠奶茶。对，真的没喝珍珠奶茶不能回马来西亚。其实我好多人都说一定要喝这里的珍奶，尤其是大学生，我就喜欢那个珍珠啊。如果是我在马来西亚的话，我是喝巧克力加珍珠。巧克力珍珠，对，也蛮特别的。但是因为奶茶是你们的 signature 嘛，所以一定要品尝的。很赞。所以喝了茶之后就去采茶，这个体验不错可以了解到你们台湾出产的那些茶，对，什么东方美人对，它就是带点果香，然后一点蜜糖的甜。那你这样讲了，我整个饿起来，因为我记得我们有去吃那个酒家菜，台式的酒家菜，对不对？是米其林1星的。对，米其林1星，对。那一家真的很好吃，羡慕死我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真的他们都觉得很羡慕。对啊，米其林1星不简单。其他的面，因为你连不吃海鲜呢，你都可以吃海胆。说一句实话，我本来其实很怕吃海胆的，但吃了这以后，我发现忘了有海胆，所以真的。真的吗？真的谢谢您推荐这个，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我们真太荣幸了耶！没有，谢谢Lily，真的，哇。你不吃海胆的人还可以吃到第2碗，对我真的太爱吃了。我们也太就是说你们的海胆真的是处理得非常好。对，谢谢，很新鲜，已经是出神入化了。你连不吃海鲜呢，你都可以吃海胆。对，你的海胆面吃了4碗太厉害了啦！还是5碗。可是真的很好吃。对，它的口感就是很顺滑。虽然我们一直吃，但我发觉你一直在问如何煮。
哎，当然啦，米其林1星哎，我当然是要偷师啊。哦，偷师。对，这样才不忘此行哎。说到料理，那么多不同的料理，4大天王，麻烦您想一下啦。4大天王。我在想哦，4大天王，如果说来台湾一定要尝试的话呢，第一个应该是臭豆腐吧。臭豆腐。臭豆腐。有一个天王。然后比较有代表性啊。还有什么呢？珍珠要不要加？珍珠我是觉得是天王之一。真奶，对，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咸酥鸡。对，咸酥鸡我是觉得蛮不错。对，那个也影响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对，咸酥鸡，然后再来的话，第4个是什么呢？想一下啊。就是小吃吗？小吃的，像面线呢？面线、卤肉饭呢？卤肉饭也算是吗？还是卤味？对，卤味，的确。卤味哈，都是当做小菜这样子。很棒，好，所以我们4大天王出来，第一臭豆腐，第2珍珠奶茶，第3盐酥鸡，然后第4卤味。谢谢你。也不错啊，这4样东西在马来西亚都找得到。哦，都找得到。对啊，都扬名海外了。但还是希望大家过来当地这边吃嘛，还是比较正宗，比较道地。对，还是飞过来台湾吃马来西亚没有，对吧？说到吃是聊不完的啦，真的聊不完，对吧？From the streets to the table, from everyday chats to changing scenery, Kenji leads Jingyi through Taiwan's rhythm of life, felt through movement, through shared moments. They've walked, they've eaten, they've laughed. And now, through a series of photos, it's time to look back and revisit more moments from the journey. 哦，是今夜，好美啊！这个是图书馆，这一个呢，这个是你画我的时候哦，这张我记得在朱明美术馆。朱明美术馆，我画艺术很高超，对不对？没错，全台湾第一的。哎，对啊，朱明美术馆，我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从外面看的时候，哎，才发现里面真的好多朱明老师，就以为是一栋的美术馆，但是走进去有室内，对，然后再出去呢就是室外桃园了。对，哇，没错，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最大的是。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冰箱贴哦，我喜欢每到一个地方就选一个冰箱贴，很有纪念价值哎。然后我们这个完以后，后来是去哪里？我们去的是故宫。故宫对，故宫南院。故宫南院最惊讶的是他们的收藏品竟然有70万，接近70万。之后你们要走了，我还跑回去逛。哦，对，你要回去逛，你要回去逛，对吧？这对台湾的事情有什么感触啊？我觉得台湾很重视体验感哦，它不只是一贯的输入你那个资讯，它还让你沉浸式的去体验。所以你看海参馆，我们可以去体验、去触摸那个海胆、海星。然后朱明美术馆呢，都是近距离的，几乎应该说是零距离吧，跟那个艺术品，所以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慢慢的去琢磨、去欣赏它艺术的美。所以我们看到从比较新的图书馆，然后还有朱明老师的作品，真的是一连串的都是台湾很棒的艺术、建筑与美学，我觉得真的很赞。对，这张蛮厉害的，那个自拍，它从那个 angle 这样拍起来很棒。那是龙山寺的八卦屋顶哦，很棒。哎，这个就是我们宜兰传艺那个布袋戏，我们有虎姑婆，来虎姑婆在这里哦。我其实去那个宜兰传艺中心，真的很喜欢所有的活动，但这个布袋戏啊，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因为之前我有拍一部就布袋戏的短片，就看到这样子，又勾起了这个回忆啊。难怪你演得那么好啊！真的吗？就我们即兴的演出啊，所以很多的桥段好像你又加入一些很创意的桥段。后面你也加入啊，变成虎姑婆反败为胜。对啊，那我喜欢这种体验的课程啊，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的去彩绘这个的确玩偶啊。喂，你看一下哦，对，就是那个齐天大圣。后来我们那个去北流，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是很深刻的文化的一个体验，尤其是看到那么多台湾的华语歌唱的。所以想认识台湾的话，除了传统方面呢，流行的方面也有地方可以让你去逛一逛。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呢，也是听你们台湾流行音乐长大的哦，马来西亚华人。对啊。后来音乐的话，我们很像又有去月光海，在月光海那边真的太特别，有在海边，对，海边野餐，然后很多的那个市集。
月亮又这样猪哎，啊，对了，烤猪，很好吃的烤全猪啊，对啊，哇，好特别，好好吃哎，很好吃。然后也可以品尝到不同原住民的小吃，对，哎，就买了这个，哎，小米椒。你知道我来台湾，我好怀念小辣椒哦。我们叫小辣椒，你们叫小米椒，应该是很多原住民都会有自己种的吧，特别的好吃，所以我特别还买了一瓶来做纪念，会把它吃完。把它吃完，可以的。对，还有就是因为你们台湾音乐就是很开放自由啊，所以有时候从音乐呢也可以体悟到你们会为某个群体或者是某个议题发声。这个呢很有深远的意义哦。真的 social impact 真的很重要 ，social impact。我这一次真的是上山下海，的确，上山呢就是上了阳明山、擎天岗，对，所以我们擎天岗呢看了很多牛，超可爱的那个牛，原来你们台北哦，距离山和海都那么靠近，对，很靠近。要山有山，要海有海，风水很好。对，那阳明山之后，因为你说到上山下海嘛，海，我很喜欢。去龟山岛，对，龟山岛，那天太刺激了，开船。其实是我最高兴的行程，应该就是去开可以体验到开船，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然后又可以下海，我还学到我人生的第一次的 SUP 耶。SUP， 对你有那个海上的 SUP 吗？这边有。听说很难嘛，对不对？因为它有海浪的关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接触 SUP，所以一开始呢要平衡我们的重心是有点难度的。可是我很高兴，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哇，那时候真的是开心到我就喊了 Malaysia Boleh。Malaysia Boleh。Boleh 是能，了解了，就是大马能。进一步嘞，真的那时候真是发自内心很想呐喊了。我没有想到真的可以站起来。之后我们就去了日月潭。日月潭，对，日月潭你终于可以做到啦。然后我就讲台湾不嘞，这样，我忘了讲台湾不嘞，应该要讲台湾不嘞了。好，就别右手边后往前。可以的。好，刹车，帮我踩踩。你再站起来。天气看起来不像第一次哦。那我是觉得还蛮不错，因为你也知道我本身比较怕水，然后耳朵也有受伤过，所以我觉得但还是想要挑战，所以那个 SUP 的经验，所以你很厉害哎，你很棒哎，你真的做到哎，谢谢，就是你从怕水，可是你完完全全可以克服它。没有，感谢师姐，然后还有师兄 Kevin 嘛，然后还有Eric 师傅。我有看到你跟海龟的照片。对啊，我与海龟共舞。很厉害。海龟就离我很靠近，其实教练很厉害啦，他们仿佛捉摸到海龟的去向，然后就带我游到海龟的身边，因为我们不可以碰海龟，会被罚款的。对，的确。对，所以呢，为了要保护这个海洋生物，我们就是只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它，然后我就可以围绕着它。其实我还跟它一起游我在海龟的上面，在海龟的下面，左边、右边。你是它护法。因为他也没有离开我啊，所以我就继续守护着他。很好，这样很棒。哇，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你们台湾虽然是一座小小的岛，但是它是一个真的是美丽的宝岛。的确。有一个词就是 Formosa， 对吗？对。美丽的小岛，是吗？的确。我觉得很贴切。就是小小的一座岛，但是呢，都有很多的 outdoor 活动可以去进行。要山有山上的活动，然后海有海的活动，而且都很靠近我们 ，accessible。所以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下次来台湾的话，你会想要体验什么样的 outdoor 的活动？我要玩溯溪。溯溪，好，再来呢？我要玩热气球。热气球。降落伞。降落伞。攀岩。太猛了吧！攀岩也要，哇！来。刚刚好有准备。我知道台湾还有好多好玩的，我等着下一趟你带我玩。好啊，下一次带你玩。然后我们先来吃一下水果。你记得我们有去那个水果对，有去那个水果市场，对不对？预警哦。对。呀。
外面芒果超好吃的。其实我们很喜欢台湾的水果，很大颗，你看凤梨啊、芒果啊，莲雾，就连牛油果都是这么大个。来台湾一定要试台湾的水果。对啊，然后你提到那个芒果，我们后来又吃芒果冰，对不对？对。跟老板娘。其实芒果的种类也很多啊，台湾的芒果。你还记得哪几种？白带子凯特、黑带子凯特、四季水蜜桃，其实我觉得超有满足感。很好，有满。因为我回马来西亚，我就成为芒果专家。芒果专家。然后我们台湾其实市集也很多，对不对？所以我记得你喜欢吃海鲜，所以我有安排了那个鱼市场，那体验如何？鼓掌！对，他好会介绍哦，而且我也很喜欢。我感觉我像从头到尾一直讲，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就好，真的很喜欢台湾，连无期海港哦，我跟你说，我已经跟我马来西亚朋友说了，哎，你们要来那个无期海港哦，什么海鲜都有，而且都是新鲜的。龙虾、帝王蟹，而且呢，现炒的、熟食、热食也有，那些都是煎炸的，都好好吃。你真的很爱海鲜哎，可以讲一。最后呢，我就跟鼓掌坐在海边，一边吹着海风，然后一边看着渔船，然后一边就享用着那个海鲜。然后那天我们就讲，这里就是我幸福的港湾，也是我的天堂。来到这里呢，是我幸福的港湾哎。就好像刚才鼓掌说吃这个是喜相逢哦，我跟鼓掌也是喜相逢。对，你咬下去，那个里面有蛋，有吗？哦，有，你看整排的蛋呢，那蛋比肉还要多。这个就是幸福的味道。对，好吃哦。好吃，好吃要再来。觉得这次真的学了很多事情啊，尤其是我本身是蛮宅的人，然后这次又是挑战全中文的，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学了很多，尤其是我不敢下水，这件事情也感谢，做到了，对，也感谢庆怡的体谅，也感谢幕后人员所有的体谅，愿意配合我这个很奇怪的外景主持人，然后我也不吃辣，吃辣了又会那个肿起来，对啊，然后也不能吃海鲜，所以这次真的是做了蛮多，但是可是你虽然你不能吃，但是你愿意带我去体验，你明白吗？就是有一种牺牲小我的感觉。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海鲜，对，你就会介绍我去吃海鲜。你知道我喜欢吃辣，你就带我去吃辣，跟你一起辣没关系。对，所以我也体验到很深很深，就是有满满的爱呀，还有那个温暖啦。然后因为这一次出国是我好像有史以来蛮长的一次，的确，对，然后我更想以一个旅人的心情去来看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还是要来体验的。如果能够一直保持那种童真的心，去好奇呢，去看看这个世界，会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台湾太多东西好玩了，有静态又有动态，真的是，这一趟是玩不完的。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收获了满满的友情。我好爱你们哦！很好，真的，台湾团队好棒哦！对啊，真的很棒的团队。然后你刚才说，什么牺牲小，我是觉得没有任何牺牲，因为是跟你一起体验的，所以也感谢金毅愿意跟我这样一起去体验，所以学习了很多，所以真的很高兴你这次很享受台湾这个旅程，然后希望更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也可以来台湾多多看一下，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人情与文化。对，还有浓浓的台湾味。也再次谢谢庆怡，然后还有我们整个制作团队，想给他们一个鼓掌。是，谢谢。所以台湾好近，台湾的感觉，台湾好近。太高兴了，谢谢，谢谢大人，谢谢大哥，谢谢弟，谢谢。我们还有下一场，谢谢一姐，谢谢大哥们，记得收看《台湾好近》，台湾的感觉，谢谢。